有些画面是行业里心照不宣的秘密。那段时间，在成都的一处住宅里，发生了一件足以让许多人重新理解明星影响力这个词的事情。多个品牌团队亲自登门，只为一个答案：他会不会续约？更准确地说，他愿不愿意成为他们的代言人？这个他就是赵露思。在传统逻辑里，一向是品牌方坐在会议室里评估艺人流量如何、口碑如何、带货能力如何、粉丝画像匹配吗？可那一次，我清晰地感受到天平微妙地倾斜了。甚至有不少其他艺人梦寐以求的奢侈品牌，也低调地出现在他家门前，只为了争取一次合作机会。业内对此早已不是秘密。当品牌不再高高在上，当评估权开始转移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谈判，而是一种地位结构的重构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某种东西变了。很多人或许没有察觉，从最近流出的拍摄花絮和幕后片段中可以看到，他不仅在看剧本，还会询问制作班底，不仅看角色设定，还会评估项目未来的市场潜力。他在思考这个作品能带给我什么。同样的逻辑也延伸到品牌合作。他看品牌的调性，看设计团队的创意能力，看长期发展，而不是单纯看合约金额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已经不只是被选择的人，他拥有选择权。而真正的强者永远拥有选择权。在行业内部，我们都知道一件事：品牌选择艺人做代言人，表面上看是双赢，但本质是什么？是商业绑定，是利益交换，是通过品牌光环提升艺人形象，同时通过艺人流量推动销售。可问题来了，当一个艺人签下某品牌的独家代言，他就失去了与同类竞争品牌合作的可能，收入结构被限制，商业空间被框定。这在多数艺人身上是必要的路径，因为他们需要品牌加持。但当一个艺人本身已经成为流量源头时，逻辑就完全不同了。什么才是最强的商业影响力？不是全球代言人头衔，不是海报上醒目的 logo， 而是不需要代言任何人，却依然能让所有东西卖断货。他穿什么，火什么，他用什么，断什么。这已经不是传统广告的模式，这是趋势引导。当一个人本身成为流量核心，他就不再依附品牌，他本身就是品牌。在我的认知里，西方娱乐圈早已出现这样的现象，比如星号 Taylor Swift， 星号 Justin Bieber， 星号 Leonardo DiCaprio， 他们不需要频繁为某个品牌站台，他们自己就是商业符号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等于曝光、话题与销售。而如今，在中国市场也逐渐出现类似的格局。赵露思正在靠近这个位置。井号5，带货能力才是终极王牌。我们冷静拆解一下，艺人签品牌的核心目的是什么？2个：一、获得收入； 2、提升形象。但当一个艺人具备超强商业号召力时，情况会发生逆转。如果他用什么都能卖爆，那他为什么要被单一品牌绑定？当品牌需要他远大于他需要品牌时，谈判桌上的话语权自然改变。这是一种结构性优势，也是最难达到的境界。名号只是表层，销量才是底层逻辑。我曾经说过一句话，红毯上的独家绑定未必是最优解。很多人觉得成为某顶级时装屋的独家代言人是荣耀，当然那很风光，但风光背后是选择权的缩小。当你被独家绑定，你不能随意选择当季最好看的设计，你只能穿自家的。如果那一季的设计发挥一般，如果创意总监状态不佳，如果品牌内部正经历动荡，那你只能接受。可如果没有独家绑定呢？你可以自由挑选当季最惊艳的礼服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气质做最优选择。自由才是真正的奢侈。我想了很久，赵露思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流量数字，而在于转化效率。她的粉丝不是只看热搜，他们会行动，会购买，会模仿，会持续跟随。
这种从关注到消费的转化能力，才是真正让品牌愿意登门的原因。这不是单纯的粉丝数量问题，而是信任关系。当粉丝相信他的选择时，他的选择就具备市场价值。很多人问我，他是不是已经超越代言人阶段？我只能说，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维度。在那里，艺人不再只是商业链条的一环，而是趋势的起点。他不需要喊口号，不需要反复宣传，只要自然呈现，市场就会自动响应。这种影响力远远高于广告片里的台词。全球代言人听起来很耀眼，但头衔会更换，合同会到期，品牌会轮替。真正留在市场里的是公众对一个人的持续信任。当一个艺人拥有自主创造销量的能力，他就拥有了抗风险能力。他不依附单一平台，不依附单一品牌，他本身就是平台。那天，当我回想起那些品牌代表出现在成都的画面时，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：行业的规则正在悄悄改变，不再是品牌挑选艺人，而是强势艺人筛选品牌；不再是头衔定义价值，而是价值决定头衔。赵露思或许不是唯一一个，但她正在成为一个典型样本，一个关于个人商业势能的样本。很多人容易被代言人、全球大使这些头衔吸引，但头衔是什么？是阶段性的荣誉，是合作周期内的标签，是可替换的资源配置。真正不可替换的是什么？是个人影响力本身。当我思考赵露思的商业路径时，我发现她真正接近的并不是传统代言模式，而是一种更高阶的存在方式，成为趋势源头。趋势源头的定义是什么？不是推荐，而是引发模仿；不是宣传，而是自然扩散。当粉丝购买，不是因为广告文案，而是因为他用了。这种信任是无法用预算买来的。再往深一点看，这种模式意味着更高的抗风险能力。如果某个品牌出现争议，它不会被深度绑定拖累；如果市场环境变化，它依然拥有选择空间。这种灵活性是许多艺人难以拥有的。而且，这种状态还意味着另一件事：它的商业价值并非建立在流量巅峰期的短暂红利上，而是建立在持续影响力上。流量会波动，话题会更替，但只要公众对他的审美判断和生活方式保持信任，他就始终拥有市场入口。所以在我看来，真正的顶级位置从来不是被品牌定义，而是品牌需要借助你的定义。当一个艺人走到这一步，他已经不再是棋盘上的棋子，他是棋局本身。